哎，里面门你没关啊？我关了呀。完了，好不好？招小偷啊？有人吗？上礼拜跟大家开个玩笑，没有招小偷啦，因为家里太乱，像招小偷。事情其实是这样的。OK， 我们昨天做了一个决定，我要去再拿把伞，下大了。我们要搬家了。这次的搬家也可以结合露营车，露营车搬家。我们这个家为了小孩的学区，我们签了3年，恐怕要违约了。等一下，我们家其实是超级乱，东西太多，我们断舍离这方面是有问题的。因为小孩还小，所以他们房间待不住，他们房间不敢待。之前每次都在餐桌上写功课，后来给他们弄个书桌在下面读书。屋主这个沙发这么大坑，我们也没在做。你看我们家乱的要死。好了，这个就是我们的楼梯间啊，已经摆满了东西。车上的垫子已经换了帕玛比的垫子，就这垫子也没有丢。小孩喜欢拿那垫子搭房子啊什么的在玩。这姐姐的房间也是很乱，妹妹的房间就更恐怖了。这小孩2个睡这，你看妹妹的东西，从幼稚园的玩具就没有再丢过，很乱，我知道。这个也是屋主的，也不知道放哪。然后每一个楼梯间啊，摆满了，顶楼现在堆杂物了。天哪！这个虽然是透天啊，可是它每一层楼就是这么小。就是半个透天的概念啊！我平常都不怎么拍地上，我平常都是这样子跟大家讲话，太乱了。你看，我们的1楼的空间就是这样，被我们住人这样子，就是大概1半以上的东西都是要丢的啦。你看很窄，然后过来吃饭，厨房。然后外面的空间反而比室内大。以前没有露营车的时候，很向往外面的空间，有阳台、露台、花园。我想住了1年就8个月了吧。这外面空间几乎我们没有在用，没在用就算了，还要打扫。然后想说种些什么东西也种不活，因为这边的采光不太好，阳光射不进来。我现在就在露营车上工作。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我发现人真的是会变。老实讲，我以前一路来，只要住房子，我一定要有阳台，因为我不是很宅的人，我喜欢往户外跑。所以在家里这个空间，如果外面下雨的情况下，不能出去玩，我还是可以坐在阳台，在户外。可是现在有了露营车之后呢，我的想法就完全改变了，因为我平常都在户外的。我回到家，我就想要在家里，这个转变很特别，所以我这次我租的房子就没有阳台，反而比较注重于大家的那公共区域的宽敞。反正我们家真的很糟糕，不是一个榜样。这次我很想要改变一下我们的生活，改变一下我们的家。OK， 这就是这样子啦，大家看了应该很惊讶，我们家为什么这么乱？昨天是礼拜4，我老婆就突然间很想搬回我们买的家，不过那边每次要上下学就不方便，她就去591找到这个房子在租。昨天我们就去看了，就去谈了，没想到谈中了，所以我们要搬家了。那这礼拜，昨天跟 Victor 讲 ，Victor 也吓一跳。他说怎么那么突然？这个家就在我们家附近，也是同个社区啦。其实，好，这是我们租房子第2天的样子。现在我们的旧家呢，马上要退租了，然后这次蛮赶的。现在眼看到的东西呢，大概60%是不要的。我们现在的做法，整理这个家的做法就是这样。明天我们会拿到新家的钥匙。
然后我们把要的东西拿到新家，我们只取要的东西。上次我们搬家是用马五搬家，这次我们搬家是用露营车搬家，就好像有点像我们去露营一样，把装备拿到车上。我们从4月26号周六开始搬，利用露营车来搬东西，一天呢最多搬2档，把要的带过去，不要的留旧家，这样我们才能强迫性的断舍离。到时候旧家就会堆满了我们所有不要的东西。这周假日，小孩就在新家陪我们搬家，隔一天再继续搬。Victor 也来帮忙了。4月30号是我们入住的日子，搬家公司过来帮我们把大件的床和家具搬过来新家了。小孩放学后呢，刚好搬完所有的东西。我去给你们拿书包，你们搬上你们的东西。太好了，我超喜欢。这我的新家了。小孩似乎很喜欢这个读书环境。妹妹说她在这写字感觉都变快了，很快就完成作业了。这个区域就是给他们学习的地方。我们也已经吃了5天的外卖。我把旧家的层架全部拿过来用。这个房间比 Andy 老师的房间还小，但我希望这个地方有着储藏室的功能，也有我工作的地方，还能有睡觉休息的地方。以前我电脑工作的地方，一下在餐桌，有时候在房间的一个角落。我终于有自己固定的工作室了。老实说，架上的东西还是很多东西，是多出来的。我们要还人家这个家，要弄得干干净净。这边就是我试图想要在上面办公，可是后来没办法，太热。再回味一下，我们至少在这边住了1年9个月还8个月，真的就回味一下。我们小孩房间，最终他们还是没办法在自己的房间睡觉啊，读书。读书都在1楼，2楼就是睡觉。小孩睡这边，妈妈睡这边陪他们，因为小孩觉得在同1楼有爸妈，他们比较安心。要跟这个地方拜拜啦，我们有新的生活。家终于搬好，也整理好了。就来开箱我们家吧，新家，虽然是租的，有磁卡的，这样小朋友安心多了。之前每天那边说什么大门没锁，叫小孩一直叫我们门锁了吗？门锁了吗？透天，小孩觉得害怕。OK， 来了。欢迎光临我们的新的小窝，以后至少这2年都在这儿。我们终于不用再爬楼了。上一个房子是透天的，1到4楼，我们爬了1年9个月，退掉了。现在来到电梯大楼，也是要爬楼，可是只爬2层。我们经过将近快2年的4层楼的锻炼，现在这个对我来讲很轻松，很轻松。我弹2下就上去了，1、2。一开始搬入透天的时候，我想的太少了。我一开始觉得说我住3楼嘛，早上起来下楼吃早餐，然后就在1楼活动了，然后一天上下楼顶多2、3次。但是呢，你想想看，我们以前透天洗衣服在顶楼，要把脏衣服搬到顶楼去洗，你不可能在那等嘛，你要下楼做其他事。衣服洗好了，上去把它晒干之后，又要一段时间，当然你又要下楼做其他事。你要把上面晒干的衣服拿下去衣柜摆放。一天上下楼，好不好？我们一天上下楼大概几次？你有算过吗10几次吧，最少。一天10几次了，有时候忘记拿个东西，比如说现在外卖到了，我零钱放楼上，上去拿，就为了付个外卖，我的代价是要爬3楼。如果你上楼你是空手，你不顺便拿什么东西上去，那是奢侈的，是浪费的。每次上下楼你都要想清楚，你要带什么东西上去，带什么东西下来。我要把明天的什么东西要不要顺便也拿下去？
很痛苦。再来就不说了，打扫那更惨，我老婆从上面扫下来。怎么了？你太辛苦了。就良心发现了，后来没跟我说。今天母亲节嘛。对。我们那时候住透天的时候，这个窗帘永远是关的，因为对面邻居几乎就跟我们脸贴脸，他们的窗户就在我们的窗户外面前面一点点而已。那你说，你跟他眼对到眼的时候，你要跟他打招呼吗？我不知道要不要跟他们打招呼因为太近了，知道吗？对方有没有化妆，我看得一清二楚。这种电梯楼嘞，最大好处是对面至少是隔一个马路，这个是我们将近快2年的一个体验。那我们家前面是一个学校，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我有了露营车之后呢，我对住屋的需求完全改变了。记得我以前找房子的时候，一定要有阳台，一定要有浴缸。现在有了露营车，好像有没有也无所谓，当然有是最好啦。因为为什么呢？以前小孩还小的时候，我就必须宅在家里，久久呢走出去阳台，坐在阳台吹吹风，感觉自己在户外的感觉。这是为什么我喜欢阳台啦。可是现在因为常常露营车出去在户外生活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户外就随手可得。回到家，我就是想要在家了，我不想要回到家还在家里的户外。怎样挖艺术吧？现在呢，有了露营车之后，国民运动中心就是我的浴室。对啊，这个是一个真的有露营车跟没露营车的一个极大的改变啊。1楼这个是我的卧推椅，这运动的地方啊，在这边运动很舒服，采光又好，开着冷气在家里运动超级爽。运动完之后呢，垫子把它铺上去，平常就是一个长凳，在这边看外面。现在家里唯一就这个角落还没有弄，因为脏衣服，洗衣机刚买的，要慢慢消化。然后这一区块是小孩的，就公共电脑区啦，需要影印东西，需要用电脑就来这一区。然后这一边呢，就是小孩的学习区，妹妹的书桌，姐姐的书桌，妹妹的生日礼物，帐篷。它唯一可以乱的地方就是帐篷里面了。这个储藏室呢，本来我是想要放我的露营用品，可是小孩跟我要求了，他说能不能当他们的秘密基地？我在想，也不错啊，有一个秘密基地，整个家都没有那个露营用品，跟以前不一样。扫地机器人怎么卡在这？再来顺带一提，就是扫地机器人。我们这一台扫地机器人终于复活了。上一次开机是600多天以前，就是我们上个家透天呢，我们没办法用，因为我不可能说每一层楼都放一个，它那个透天每一层的面积又不大，没有必要用到扫地机器人。不是东西太多。对，我们地上也太多东西。那现在终于把它启动起来了，我们很怀念它这个声音。哇，好怀念这个声音啊！我跟你讲，我们餐桌终于是餐桌的功能了。以前就是我们家每一个人都用餐桌在办公、吃饭，什么事都在餐桌。现在终于是分开的，我的工作室也在上面。我们1楼又有一个厕所，就朋友或者是清洁用品就放这里啦。厨房小小的啦，后阳台就是专门晒衣服。我们没有烘衣机，我们都直接用除湿机。这一间整间就是烘衣机的概念。冰箱唱雷吉打。厨房蛮小的。好，我们上楼。这个楼梯间这边有一个采光，上来。主人房，哇，就这样。我老婆的跑步机放在这样子跑步，看出去，哇，小孩房，哇，小孩房，2个单人床，可是它这个都是可以把它摊开来变成双人床，然后也都是有大的落地窗。厕所，我感觉我往营区介绍，来，这个是厕所，接下来是重点了。我最神秘的一个空间 ，James Liu 的窝，来，跟我来，
你头壳有安怎无？没事哦。来，你来，开个灯。哇，这个是我的小窝。来，我的工作室这边是到时候会有个桌子啦，就这样子办公。晚上如果想睡觉，这个是单人床。啊，怎么变啊？你要看哦，你要看怎么变。你们很啰嗦呢，我睡觉的私人地方也要看，什么都要看。变啊，就是安内西变呢，该怕这种滑耶。这样子让他劈腿，来劈腿。这样子就是一个单人床，拉起来空间比较大。这松沟五村呢，5金行的这个柜子，我房间也没有抽屉。它这柜子从下面到上面，再来就重点，我这边的东西。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以前住透天的时候，我的露营用品有些在楼梯间，有些在1楼，我的东西散布在整个家的所有角落。他每次要出去的时候，他撒姐，他吹姐，我的东西终于兄弟们都集结在一起了，知道不？这样有一个好处是，我像钓鱼的啦、水弹枪啦、够无为不为，露营车上面的东西全部都在一起了。对啊，还有我的梳妆台，我跟我老婆就说，只要跟我有关的东西就在这个房间放。东西是有点多了，你看看，仔细看袂使看啦。这是一些拍摄的配件啊，水弹枪、水弹子弹、露营烘碗机、圆桌，有一些垫子。帐篷、睡袋，还有我的溜冰鞋、钓鱼用品、气化炉、气化灯的东西，很杂很乱。然后里面大概有至少40%的东西，其实我是没有在用。唉，就以前就买太多东西了，我已经淘汰很多东西。有时候会想要对自己以前说，你不要再买了，跟自己以前对话，回到2年前，2023年，跟自己说。这多少钱？多少钱买这么多露营用品？还有搬家搬得很累。你是他家一家呢？你是他家一家呢？搞不好2027年的自己就跑过来对我说：“知道都不卖，不卖，为什么不卖？为什么不卖？为什么不卖？”小桌子到了，所以我又消费了。好，这就是我们房子的开箱。